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Wilson，一名长期服务于医院项目的电气工程师。在现代医院，UPS 早就不是简单的电池备份，尤其是在 CT、核磁和 DSA 这些高精端的影像设备的背后，UPS 承担着维持整个系统稳定运行的核心角色。但很遗憾的是，如今的医疗电器市场里，技术伪装现象层出不穷，许多现象被低价误导，选用了根本不合适医疗使用的 UPS 设备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将从工程师的角度带你看穿 UPS 技术图册的常见陷阱，一起理清什么才是真正为医疗而生的 UPS 系统。很多人听说过在线式 UPS， 但你真的知道它和交互式 UPS 的区别吗？ UPS 按工作原理分为3类：离线式、交互式，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双变换在线式 UPS。真正的双变换在线式 UPS， 它的工作流程是输入电先经过整流器转为直流，再通过逆变器输出给设备。整个过程中，市电和设备之间是完全隔离的。而交互式 UPS， 它平时就是把市电直接接给设备，仅靠一个简单的 AVR 稳压芯片勉强维持，只有断电时才切换到逆变器。而这个切换过程会有2到10毫秒之间的延迟。你可能会说几毫秒不多，但对于 CT、MRI 这类对电源连续性要求极高的设备来说，这几毫秒可能就足以让系统重启、数据丢失，甚至损坏部件。在我参与的很多海外医院项目之中，就曾经出现过因为使用了交互式 UPS 而导致的严重问题。比如某家医学影像中心在使用 CT 扫描时， UPS 频繁跳转旁路，导致图像中断，设备报警，甚至某次病人的检查被迫中断。还有一次是核磁设备在消磁过程中电压突变，而 UPS 却没能提供缓冲，结果造成主板过载被烧毁。更严重的是，有些问题是肉眼看不到的，比如电源中携带的高频谐波、电压顺变，这些干扰常年累积，会慢慢损害设备内部的高压电源模块和伺服驱动器，让设备寿命缩短，维护成本直线上升。不仅如此，如果你打算申请 CE 认证 IEC 60601-1或61000电磁兼容认证，那些交互式的 UPS 根本过不了这些标准测试，可能会让整个项目延迟甚至报废。很多人会问，那为什么医院项目里会有这么多假的 UPS 混进来呢？说到底，有4个主要的原因。第一，采购方缺乏电气知识。很多医院的设备科来自临床或者生物医学的背景，对于 UPS 的架构不够了解，只看参数表，听供应商吹得天花乱坠。第二，厂商刻意模糊宣传，他们在宣传册里写医用 UPS 或者纯在线式结构，但其实卖的是交互式的产品，技术细节根本看不出来。第三，技术规范被篡改，很多招标书里根本不写切换时间，也不提谐波，甚至不要求真正的隔离措施，只比伏安数，比价格，那自然是谁便宜谁就会赢。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，预算压力。很多项目一听这个 UPS 要比其他厂家贵 30%， 马上就会退缩，但他们忽略了选错 UPS 之后带来的维修费、停机损失或者退货风险，远远要高过这点差价。那么一个真正面向医疗的 UPS 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？首先，我们所有的系统坚持全数字 DSP 控制架构，配合 IGBT 高频逆变，确保输出电压波动控制在正负 0.1 左右，抗干扰能力极强。其次，我们标配输入电感和输出隔离变压器，实现真正的电气隔离。这不仅避免了电网干扰传入设备，也能保护设备在 UPS 内部故障时不被牵连。针对 CT、MRI 的大电流启动，我们设计了软启动逻辑和谐波抑制器，保障设备启动过程平稳，不会触发 UPS 过载。此外，我们的 UPS 支持 SNMP、Modbus 协议，可以轻松接入医院的 EMS 或 SADA 系统。
远程监控电压、电流、频率、负载率、电池状态等关键参数。在每一个项目之中，我们都会根据实际设备功率、启动电流、电池备用时间、现场电网质量进行精准的建模，确保容量和冗余配置真正贴合医院设备的实际运行场景。CT、MRI、DSA 之类的设备，它不是普通的办公电脑，它需要的是真正为医疗环境量身打造的 UPS 系统。所以，下次我们面对一套 UPS 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它是不是真正的双变换在线式？它是不是真正的零切换时间？它能不能应对三项不平衡或者电压突变？它有没有实际部署在医院项目之中？如果你正准备采购或者安装影像设备，欢迎联系我们，我们可以免费为您做一次 UPS 选型评估，也可以分享我们过去医院项目的完整技术规格。电气工程从来都不是靠营销吹出来的，我们只用真实的技术来守护您的投资，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安全。OK，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专业内容，别忘了点赞关注。未来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关于医疗电源系统的干货和案例。我是电气工程师 Wilson，我们下期再见。